嘿，大家好，我是艾尔文，欢迎回到艾尔文的生活记录频道。身为一个影像创作者，储存工具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东西。有追踪我的粉丝专页或者是 IG 的朋友们就知道，12TB RAID 5的 NAS 我用不到1年。真的还不到1年哦，大概10个月左右，空间就满了。因为影像创作实在是太占空间了。但是身在这个数位的时代，你没有办法不去保存资料，因为你数位的档案只会越来越多。更何况是影像创作者，我保留了每一段我所拍摄的素材，因为这一些都是我生活的记录。这一次 Western Digital 他们赞助了我一个非常符合我需求的 NAS， 有点大。这个 MyCloud Pro PR4100 盒子才这么大啦，实体并没有这么大。MyCloud Pro PR4100 它有4个倍，最大的容量可以高达40TB。如果你是用 RAID 5的话，那可以容许一颗硬碟坏掉，那容量大概会是30TB 左右。所以我想接下来1年的储存空间应该是没有问题吧。这一次我没有要用开箱与评测的方式来跟大家介绍，我想要试试看，结合我整个影像工作的储存工作流，来让大家看一下Western Digital 他们的产品是如何提升我工作的效率，并且达到方便、资料安全的效果。关于储存空间，我想第一个要选择的应该就是记忆卡。我目前使用的相机是 Canon EOS 80D， 还有现在正在拍摄的这一台 EOS R， 这2台使用的都是 SD 卡。那另外比如说像空拍机 GoPro， 他们使用的都是 Micro SD 的卡。在选择记忆卡的时候，我会建议大家选择比较有牌子的或者是大厂牌的。我自己是习惯使用 SanDisk 的，从以前开始就是，原因是因为它还蛮稳定的，至少我使用到今天，这几年下来几乎完全没有坏过。在选择记忆卡的时候，特别的注意，像 GoPro Mavic 2这样子有在拍摄 4K 画面的，你的记忆卡的等级或者是说读写的速度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同样是拍摄1920x1080的画质，可以支援 80D 的，未必可以支援到 EOS R。原因是因为 EOS R 它可以录制 All-I 的低压缩档案，那它的档案就会比较大。那 80D 它只能够录制 IPB 的高压缩档案，高压缩嘛，所以它的档案就会比较小一点。所以说，如果你使用不够格的记忆卡在 EOS R 上面去录制的话，你就会出现一种状况，就是明明里面还有空间，但是录到一半的时候就中断了。记忆卡上面你会看到有很多的字都是用来表示它的规格的，比如说 U3、Plus 10、V30等等的，这一些数字越大，代表说它越厉害。记忆卡我至少使用的都是 SanDisk Extreme， 容量大部分都是选择 64GB。那像 GoPro 它虽然说可以支援到 128GB， 但是我听说啦，如果你放到这么大的话，听说档案多的时候，你在读的时候会比较容易宕机。那64是我觉得一个比较中间刚刚好的容量。还有一个概念就是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嘛。啊，是要去哪里？没有，我想说，我们每一次做这种影片都是在棚内，偶尔出一下外景嘛。如果你是 Apple 的使用者或者是 iPhone 的使用者，喜欢在出游的时候，例如说用手机来拍摄 Vlog， 拍摄120fps， 或者是你在出游的时候会常常用手机来拍照的人，我就非常推荐大家这个小工具。看得到吗？这个是 SanDisk 出的一个东西，叫做 iXpand。它一边是 USB 的接头，另外一边呢是 Lightning 接头，可以直接接上你的手机。在你手机空间快满的时候，立刻释放手机的空间，很方便。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你可以把影片，比如说电影或者是影集，把它载入到这个小东西里面。那当你在飞机上面想要看自己的影片或影集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接上你的 iPad 来观赏你的影片，而且它不会占据到你 iPad 里面的使用空间。回到家里要备份的时候，你就直接把 USB 的那一端直接接上你的电脑，它就像一般的 USB 这样子使用，而且它是 USB 3.0， 传输速度还蛮快的，推荐给大家使用这小东西。我现在人在上海，每一次出门拍片的时候，特别是出国的时候，我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档案消失，或者是记忆卡不够用。所以我每一天晚上回到饭店的时候，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备份资料。那以前我都要带笔电还有硬碟，我才可以进行备份。但是现在 Western Digital 他们寄给我一个我梦寐以求的产品，真的是我梦寐以求的产品 ，My Passport Wireless SSD。这是一款方便携带的硬碟，但是它的功能远远大于一台普通的外接硬碟。
第一，它是可以充电的，它充满电之后，它自己本身可以使用大概10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同时它也可以当一个行动电源，给你的手机或者是 GoPro 来充电，电量是6700毫安。第二，考虑到它是一个会被常常携带出门的东西，所以他们还有特别制作了一个保护套。防撞的，但至少在携带的过程当中，如果不小心碰撞到的话，它不会像一般的硬碟那么脆弱。第三，它旁边这边有一个 SD 的读卡机，也就是说，像我现在直接把 SD 卡插进去之后，我不用连接电脑，也不用连接手机，它上面有一个一键备份的按钮，我只要按下去之后，它就会自动的帮我把所有的资料备份到这个硬碟里面去。完全不用使用手机或电脑哦，超爽的。但是习惯性的，为了保险起见，每一次在备份完毕之后，我还是会用我的手机连接上它的 WiFi 来去确认说档案是不是全部都已经备份进去的。对，你没有听错，它有 WiFi。那你随时随地你要拿里面的档案出来，你只要用你的手机连上它的 WiFi， 然后使用他们的 App， 就可以看到里面的资料了。回到棚内来，回来之后，我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把所有的素材先备份起来，备份、再备份，这真的太重要了。我会立刻把记忆卡或者是我可惜式硬碟上面的资料全部先备份到电脑里面一份，然后再备份一份到 NAS 里面。电脑的是让我剪辑使用的 ，NAS 的是备份使用的。由于这个可惜式硬碟它是 SSD 的，然后搭配 USB 3.0，读取速度最快可以来到390 Mbps， 就是390 MB 每秒，很快就可以完成我的备份作业了。我想我还是简单说一下 NAS 好了。NAS Network Attached Storage 私有云端，基本上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Google Drive， 只是说主机在你的家是你自己私有的，它只要在你家里维持联网的状况，你到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你只要有网路，你都可以透过电脑或者是手机的 App 随时的存取。这次他们提供给我的是 PR4100， 是 Western Digital 他们的 NAS 里面最高阶的，全黑的设计，提示灯是蓝色的，有一种低调奢华的感觉，还有一种数位感。上面有一个小萤幕，会显示硬碟的状况啊、储存空间等等。这是一个4个倍的 NAS， 从外表你就可以看得到有4个硬碟抽取槽，它是连同硬碟一起来贩售的，搭配的是红标的 WD 硬碟，专门提供给 NAS 不眠不休来使用。那出厂的时候，它就预先帮你设定好了 RAID 5的磁碟阵列，省去了你很多设定的麻烦。我从开箱到拿出来安装好使用，大概10分钟就设定好了，绝对不超过15分钟。以防万一有人不知道 ，RAID 5它是一种磁碟阵列的方式，它可以容许1颗硬碟坏掉，是一种兼顾资料安全和空间利用的阵列方式。所以说，4颗10TB 所组成的40TB 的 NAS， 你实际上面可以使用的空间大概是30TB 左右。那有人会说，哦 ，RAID 5还不够安全，万一同时2颗坏掉的话，那就完蛋了。我想说的是，大家就自己去评估自己的资料安全性还有经济能力来去使用，因为不同种的阵列方式你需要的经费就不太一样。对我来说 RAID 5是我现在目前评估我所需要的，而且是经济能力比较能够负担的。那当然如果你今天真的很有钱的话，你要去做 RAID 6啊 RAID 10的话，那都可以。那 PR4100 它的外面有一个 USB 3.0 的插槽，支援一键备份。比较可惜的是，这一款它没有支援快照的功能。如果有快照的话，我相信这个产品它会更加的完美。我工作流的最后一步就是等我影片整个的制作完毕之后，把它输出完，然后把成品还有制作档整个一起备份到 NAS 里面，那就大功告成了。好了，以上就是我的储存工作流，希望能够唤起大家对备份的重视，还有你可以利用不同种的工具来达到更方便的效益。那档案消失、硬碟坏掉，你真的会很想死，所以千万不要轻易尝试。也希望这种事情永远都不会发生在大家身上。我是艾尔文，我们下一次影片见，拜拜。